西晉已經滅亡，洛陽淪陷，皇帝被俘，北方徹底崩盤。就在所有人都以為司馬氏王朝結束的時候，一個幾乎被忽視的皇族邊緣人卻在江南悄悄站穩了腳跟。問題是，他既沒有軍功，也沒有威望，甚至在正式中都排不上號。那他憑什麼活下來？又憑什麼在一片亂局中建立新王朝？更關鍵的是，為什麼北方群雄混戰，最後卻是他成了正統？這就是司馬睿東晉的起點。司馬睿出身西晉皇族，祖父司馬驟是司馬懿庶子。西晉開國後受封南陽王，在平武之戰中立有大功。父親司馬定承襲南陽王爵位，一生並無突出事跡。晉武帝咸寧2年（公元276年），司馬睿生於洛陽。太熙元年（公元290年），司馬敬離世，15歲的司馬睿依例承襲南陽王爵位。同年4月，晉武帝司馬炎駕崩，繼位的晉惠帝司馬衷資質愚鈍，無力掌控朝政，西晉隨即爆發持續10餘年的八王之亂。身處皇室旁支的司馬睿始終恭儉推讓，低調自保。司馬睿在洛陽任職，官至員外散騎常侍，交好的摯友僅有同鄉王導。王導出身頂級氏族南陽王室，善於研判時局，多次勸說司馬睿返回封國，蟄伏蓄力。靜待時機，司馬睿認同其謀劃，卻始終沒有合適的歸國契機。永熙元年（公元304年7月），時任左將軍的司馬睿跟隨挾持晉惠帝的司馬越征討司馬穎，朝廷大軍在丹陰慘敗，司馬越逃回封國。司馬睿與惠帝一眾王公大臣被虜至鄴城。不久，其叔父東安王司馬堯因得罪司馬穎遇害，司馬睿懼怕被牽連，暗中逃離鄴城，奔赴洛陽。途中險些被黃河渡口官吏抓捕，幸得隨臣營救脫險。抵達洛陽後，即刻接走家眷，返回南陽封國。當時沒人會想到，這次逃亡會保住晉朝最後一支皇族正統。如果是你，會繼續留在權力中心賭一把，還是回封國避禍？永興2年（公元305年7月），司馬越重整勢力，以西迎天子回京為由，聯絡山東方正，討伐關中的河間王司馬顒。出兵前，他任命司馬睿為平東將軍兼徐州諸軍事，镇守下邳。為自己鎮守後方，司馬睿聘請王導擔任平東將軍司馬，將所有軍事秘策交由王導統籌規劃。彼時司馬越弒君專權，形勢暴烈，王導等人預判天下將大亂，極力勸說司馬睿出政建業。王導憑借兼任東海王軍事參謀的便利，爭取到東海王王妃裴氏的支持，讓司馬睿在永嘉元年（公元307年7月）獲任安東將軍、都督揚州江南諸軍事，假節南下鎮守建業。西晉滅吳後，南方士族長期被朝廷排擠，仕途宿主，對北方士人敵意深重。司馬睿南下前，江南士族剛聯手平定，企圖割據江東的廣寧國相陳敏。司馬睿身為無名望、無功績的皇室旁支，想要在東吳就地建立以北士族為核心的政權，拉攏南方士族至關重要。在王導提議下，司馬睿派其親訪江南士族領袖賀循、顧雍，二人率軍歸附，自此江南士族百姓歸順，江東君臣禮制正式確立。王導是司馬睿建立江東政權的核心功臣，深受司馬睿倚重，被比作漢代名相蕭何。他身居朝堂中樞，朝野敬重，號稱仲父。南陽王室族人紛紛執掌朝中要職。永嘉3年（公元309年3月），王導堂兄王敦出任揚州刺史，建業徹底成為南陽王室的勢力範圍。後來有人評價東晉初年的局面，說是王與馬共天下，但此時恐怕沒人能想到，幫助司馬睿坐穩江山的南陽王室，未來也會成為威脅皇權最大的力量。司馬睿出镇江南時，喜好飲酒，王導多次含淚勸諫。司馬睿決意戒酒，痛飲一杯後倒扣酒杯立誓。他採納王導謙以節食，儉以足用，以清靜為政，補隨新舊的治國方針，將其定為江東政權基本國策，陸續招攬季章、扁昆、劉超、張凱、混言等名士入幕府。這批人號稱百六員，南北士族聯合的江東政權，
就此初步成型。永嘉4年，公元310年10月，漢趙新軍劉琮大舉進攻洛陽，洛陽局勢危急，晉懷帝傳檄天下求援，卻無援軍救援。朝臣紛紛提議遷都避禍，駐守壽春的鎮東將軍周馥上書建議遷都宿春，引發司馬越不滿。司馬越遷居屬昌，並調任周馥。周馥素來不滿其專權，而拒不從命。淮南太守裴碩奉司馬越密令偷襲周馥，戰敗後向司馬睿求援，司馬睿借機出兵擊敗並俘獲周馥，順利掌控建業周邊的淮南地區，進一步擴張自身實力。永嘉5年，公元311年3月，司馬越病逝項城，太尉王衍等重臣护送其灵柩返程時，遭漢趙軍隊圍殲，洛陽孤立無援，隨即淪陷。晉懷帝被俘，司徒父子司空荀幡、大將軍苟系、大司馬王浚紛紛在各地設立臨時官府，擁立宗室，號令天下。其中荀幡在陽城擁立秦王司馬懿的邢台，號召力最強，傳檄天下，號召秦王。當時實力最強的司馬睿被推舉為秦王盟主，但司馬睿卻無心北伐，一心深耕經營江南地盤。如果你是司馬睿，此時會選擇北上秦王，還是繼續經營江南？這個選擇也決定了東晉未來的命運。北方戰亂引發大規模百姓南遷，司馬睿採納王導建議，全力招撫流民。他在長江南北設置僑治州郡縣，安置流亡百姓，為南遷僑民設立白籍，給予賦稅徭役減免優待，同時重用事件祖逖等率軍南下的流民帥。這套舉措讓南遷士族成為江東政權核心支柱，但也打亂了江南原有戶籍與郡縣制度，為世家大族引力通病人口提供便利，長期不利於國家財政運轉。揚州西部隸屬江州，掌控江州是司馬睿向西擴張的關鍵。江州刺史華毅自認為是西晉朝廷任命的官員，拒不服從司馬睿調度，雙方矛盾日益尖銳。永嘉5年，公元311年6月，司馬睿派周反駐守彭澤，施壓江州治所豫章，強令更換地方長官遭拒後，命王敦、甘佐、周反合兵攻破江州，斬殺華毅，同時驅逐豫州刺史裴憲，成功將勢力拓展至長江中游地區。永嘉6年，公元312年2月，漢趙大將石勒即將率軍南下的消息傳開，建業全城震動。石勒隨後決裂豫州駐郡縣，屯兵隔備，準備渡江南下攻取建業。司馬睿集結主力駐守壽春，任命熟悉水文地勢的季瘴為揚威將軍，統領全軍布防。恰逢連續3月大雨，石勒軍隊飽受飢寒疫病困擾，戰力大損，最終率軍北撤，成功解除江東危機。永嘉6年12月，公元313年1月，被杜濤、王充流民起義軍逼迫退守壯口的荊州刺史王成，被司馬睿今朝召回。司馬睿委派名士周易接任荊州刺史，意圖掌控荊州。而周易到任後，屢遭流民軍攻擊，始終無法立足。永嘉7年，公元313年2月，晉懷帝遇害身亡。同年4月，秦王司馬業在長安登基，即晉闵帝。闵帝任命司馬睿為左丞相、大都督，後晉升為丞相，都督陝東諸軍事，與南陽王司馬寶分散而治，命其率軍抵禦漢趙，收復中原。司馬睿以江東初定，根基未穩為由，拒不北伐。駐守京口的祖逖主動上書請戰，司馬睿僅授予其官職，撥付少量人員物資，令其自行募兵北伐。建興4年，公元316年11月，漢趙大軍圍困長安，城中斷糧無援，司馬睿始終拒不派兵救援。這裡其實存在一個爭議至今的問題：司馬睿到底是不願救，還是根本救不了？你更傾向於哪一種？晉闵帝無奈開城投降，消息傳至江南，司馬睿假意整軍北伐，不久便草草收場。為推卸自身罪責，他以漕運延誤為由，鞭殺淳於伯，引發朝野民怨，百姓紛紛為其民怨。
心腹劉衛也仗義直言對責，最終王導被迫當得請辭，司馬睿僅公開認錯，未懲處任何官員。建興5年，公元317年2月，平東將軍盛澤一說弘農太守攜帶晉閔帝投降前的親筆詔書逃至建業，詔書准許司馬睿統攝天下政務，同時命其稱帝後收復舊部，報仇雪恥，暗含對其做事長安淪陷的不滿。獲得授權後，司馬睿在百官擁戴下接受晉王封號，成為晉王朝正統代表。同年6月，劉琨等180名北方將領聯名勸進，司馬睿以閔帝山寨、中原未復為由推辭。彼時主替北方進展順利，收復大片北方土地，在谯縣擊敗石勒大軍。司馬睿順勢傳檄天下，宣稱派兒子司馬庖率軍支援北伐。最終大軍未發，司馬庖被緊急召回，北伐支援計劃徹底落空。同年年底，晉閔帝被漢昭君主劉琮殺害，司馬睿稱帝的所有阻礙徹底消除，隨即籌備登基事宜。太興元年3月丙辰日，公元318年4月26日，司馬睿正式登基稱帝，東晉王朝就此建立。從永嘉之亂到西晉覆滅，北方宗室重臣藩鎮爭相逐鹿中原，卻大多淹沒於亂世之中。而當所有人回頭再看時，那個最不起眼的琅琊王已經成為晉室唯一的繼承者。而司馬睿一生最大的本事，不是北伐，也不是用兵，而是在所有人爭天下的時候，守住了最後一塊還能被稱作晉朝的地方。